第一次喝到马来西亚6州的特色咖啡，这是个大人的味道，很苦。在 KL 印象最深刻的食物就是这个 Roti Tissue， 这是我这2天的 KL 专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比塔。现在呢，我人在吉隆坡机场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的外国独旅呢来到了第2站。首先，我先来到的是马来西亚。如果说有看上一支影片的话，大家应该知道说，我前面因为班机的关系，所以我延误 delay。终于好不容易再次启程，但我原本第1站应该是要去槟城的，就是因为延误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下行程，所以现在第1站是先来到吉隆坡。那我这次的网路呢，我是直接在台湾的机场买，因为我这次会搭在新加坡，也会搭在吉隆坡，我懒得把卡换来换去的，所以我直接买那个卡它是可以很多地方通用的。其实，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旅游的话，其实开漫游也还算是蛮方便的。那如果大家想要抵达马来西亚才买网卡的话，机场一出来的时候也有3家大电信可以让你选择，那每一间的配套方案呢都不太一样，就看自己喜欢哪一个。那网速的部分呢，马来西亚的网速普遍都比较悠的，所以大家不要一拿到网卡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网络没办法打游戏的时候，然后就非常生气，马上去留言，不要紧张。每一个人的网络都是这样悠的，就像我刚刚出关的时候，花了快40分钟，悠的。现在第一件事情呢，要先搭类似像台湾的机场快线，先搭去市区，然后去转一般的 LRT。机场快线的票呢，其实在出关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柜台，可以直接在那个柜台刷卡直接购买，他会把车票的 QR code 直接寄到你的信箱，非常的方便。或者是你也可以到了现场之后，再直接用现金去购买也 OK。其实，在吉隆坡旅游啊，可以身上带一点现金，然后也可以带一张通用的信用卡，会比较方便，因为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直接刷卡。机场快线的话，其实出来跟着指示牌走就没有问题。这边可以看到那个 KLIA 就是机场快线，因为要去到市区，所以要带 A 月台搭车。从机场捷运出来之后呢，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指示牌，有那个 KJL， 就是我的想要搭的 LRT。先将购票界面转成英文版，不然它会是马来文。接着选择你要搭的车种以及你要抵达的站别，基本上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啦，连这个票都长得跟台湾一样。我其实呢也很久没有来吉隆坡了，虽然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蛮长一段时间，但我真的很久没有来吉隆坡了。我记得我第1次来的时候，我好像也只来过那么1次，就是我澳洲刚毕业那个时候，然后我要跟全家人一起去我自己的毕业旅行，所以我们就约在了吉隆坡。然后但是因为那次是我年纪还很小，然后我还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去，所以我记得我那次非常的紧张。这一次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来玩这个城市。我的主要所有的交通工具呢，我都会是用吉隆坡跟台湾好行的很像的东西，叫做吉隆坡的观光巴士。在 KKday 上面买的1日券是412元。那因为它的观光巴士呢有分早上跟晚上的，早上只能到6点，但晚上的券的话是比较便宜。第1站呢，除了要先去买票之外呢，就是要先来去见一个网友。我跟他们已经成为网友很久了。他们其实也是马来西亚的 YouTuber， 然后之前在台湾读书。我这次来 KL 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来找他们见面吃饭。观光巴士的这个1日券啊，它是到不金饼单这边去取票，使用方式就跟一般的台湾好行公车的1日券是一样意思的。那我觉得它这个的好处啊，就是你可以不用自己去记说你 MRT 要搭到哪一站，只要跟着观光巴士走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跟我走也可以。这个巴士呢是每半个小时就有一班车，可以让你整整用24个小时，所以即便你今天是2点开始购票，你也一样明天早上的9点到2点也还是可以继续使用。其实还蛮不错的哎。巴士本人长这样，太阳超大的，我要坐楼上吗？太阳超大的。一上车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像站长小姐的那种，我们今天是站长先生，会跟你收票、取票、查验你的票。因为它呢是只有一个方向，它就是没有 return 的，所以我要按照每一站我想下车的站别下车。首先我们先来到鬼仔巷喝下午茶，但其实呢，鬼仔巷跟鬼怪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。我听以旺讲啊，其实会被称为鬼仔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子的粤语发音叫鬼仔，
吗？所以才叫做鬼仔巷，等于就是这边会有很多小朋友跑来跑去啦。今天下午茶呢是在鬼仔巷里面非常有名的王美店，果然是王美店，外场人员少说有15位吧。我们今天点了它非常著名的咖喱猪肠粉，以及花生卡鸭太空包，还有怡宝汤面。不过这一碗我觉得可以先略过。咖喱猪肠粉真的是好吃到我直接干杯，完全没有在听怡宝讲什么。花生卡鸭太空包非常的松软，而且它里面的馅料完全满出来，听起来很甜对吗？但吃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没想到会在鬼仔上遇到我在 JB 超爱的 Mr. 手东，他们家的手东真的超适合下酒菜，超爆好吃。鬼仔上里面的壁画其实旁边都有一个小 QR code， 可以扫 QR code 看看它每一个壁画的背后故事。在鬼仔巷附近的话，还有刺场街，走路大概可能不到5分钟左右吧。那它这边的话，有一点像是传统市场结合商圈的概念。我自己非常喜欢来这边吃一些传统小吃。不过这边的话，因为各个人种比较多，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，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包包。我也有另外拍一集我吃饱吉隆坡传统市场的影片，有兴趣的大家呢，也可以关注哦。那在刺场街跟鬼仔巷这边啊，我的在地朋友呢，他推荐我来一间咖啡店，是一次会上5杯咖啡，然后他那5杯咖啡会代表马来西亚不同州的口味的咖啡。这是个大人的味道，很苦。吉隆坡的咖啡呢，上面有这个咖啡奶泡，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哦，我的第1名会是平内。每个咖啡杯上面都用搅拌棒代表着马来西亚各州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我现在刚回去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放完我的行李，哇，今天晚上住的地方非常的好，先让我住了1晚之后，明天再来跟大家介绍。然后现在我准备要走去吉隆坡塔，然后来去看夕阳，不确定来不来得及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赖了一下。离我住的地方蛮近的，所以我就打算用走的过来。我不知不觉就已经走到了。KL Tower，对，已经走到了，傻眼！我没有想到这里要小爬山上来，我以为一进来就是楼下，然后可能会有电梯送我上去之类的，还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这边的话有3种票种，一种的话就是可以到露天观景台，另外一种的话在室内可以环绕360度，可以看整个吉隆坡的景色。第3种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在吉隆坡塔100米高空漫步，这是我是会怕啦。那我今天选的呢是方案1，就是可以到户外的露天景观台。不过现在人非常的多，因为它的夕阳实在是太有名了。大约花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呢，咻就来到了最顶层。现在在楼上呢，这边真的超级漂亮的。在等 Skybox 的期间呢，可以先在上面走这半圈，走在这上面吹风。天气好的时候真的很舒服哎，很舒服。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双子塔楼上，我觉得这边比双子塔楼上更值得去，这超美的。到 Skybox 里面拍照呢，每个人有1分40秒。前面呢，他会先帮你用他的相机拍照，毕竟他有点职业倦怠，所以大概就是会请你摆几个基本的姿势，大概会有1分多钟的时间是你自己的自拍时间。如果说最后要买他拍的照片的话，我刚刚问了一下，非常的贵，要170块马币。除了照片会帮你印出来之外呢，也会得到数位档，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。我今天路上啊，其实看到很多人在租借这个电动滑板车，所以我刚刚好奇心驱使下，我也马上下载了那个 app， 绑定了我的信用卡，我也要骑去吃晚餐，超酷的！还可以架你的手机，所以还可以导航。液晶萤幕显示你的电力，右手的话就是你的油门键，左手的话就是你的铃铛区。Let's do it！我其实觉得那个电动车还蛮好玩的，而且不止一台，它有蛮多种品牌可以选的。刚刚骑了16分钟，扣的是扣了92块台币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走到很累，然后或是想要吹吹风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骑一下，体验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我刚骑来亚罗夜市附近，我想要来吃 roti tissue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吉隆坡吃到最印象深刻的食物就是 roti tissue。我还点了一个 watermelon juice。Oh, I think it's mine. Is that mine? Oh my god! Thank you.
其实 roti tissue 里面啊，都还是会撒一点糖，所以不沾炼乳也是可以的。但我觉得它中间段很好吃，前后的那个皮有点太厚，我觉得还好。我本来想来亚罗夜市吃点东西的，但第一看到这个鸡翅超级红，抱歉，我就已经先归了一半。第二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这边呢比较多档口，看起来都是吃合菜的，所以我一个人吃有点不太划算。接着一个转弯，我就来到了堪称 KL 版的 Times Square， 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繁荣繁华，看着我目不转睛。但这边跟10几年前我来的时候，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难过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早。今天早上我刚办完 check out， 然后现在要走路去附近也算是热闹区，就是昨天那个很奇花的 Times Square 那边去吃早餐。我这次住的 hostel 呢，它的交通机能非常的好，它走到捷运站大概5分钟。名称呢是 The Bed KLCC。房间里面超级舒适宽敞的，它这个挑高的床位完全没有让你觉得有任何的压迫感，但是睡上铺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啦。淋浴间设施呢也蛮多间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大家一起回来的时候会打架。而且它除了吹风机之外，它还有烘发设备以及离子夹。看到这个时候我很惊讶公众大厅的部分也非常的舒服，很可以在这里懒一整天。我住一个晚上是18块新币，也有免费的咖啡机。但这间最棒的地方就是它的交通位置真的是太好了，所以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。我现在要去吃的这间呢是叫做 Capital Cafe， 这间我昨天经过的时候其实人也蛮多的，因为它开到凌晨4点，所以很多人宵夜也会来这边吃。这里的话也是一样，可以扫 QR code 就可以点餐了，然后上面也是有中文字的。我今天早上来本来是想要吃咖喱猪肠粉的，我真的超爱早上吃猪肠粉，然后可是它咖喱酱卖完了，所以最后我还是点了一般的烤面包跟温泉蛋套餐。然后饮料的部分我点的是米露，马来西亚的米露真的味道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其实还蛮喜欢喝米露的。但它这间其实最有名的是它的纳西兰妈，它是自己号称的 best 纳西兰妈 in Malaysia， 但我没有很喜欢吃纳西兰妈，所以我还是没有点纳西兰妈。我发现吉隆坡的奶油都是这种长条的，还是因为这2间我吃的刚好都是这种长条的。吐司只抹一边，被我发现了。虽然它吐司只抹一边，可是它的味道很浓郁很好吃的。马来西亚的米露真的是甜而不腻，真的很好喝。那我现在先来到了4号站，也就是 Central Market。如果说要去赤场街跟鬼仔巷的话，也都是在这一站下车，他们都在附近而已。这个 Central Market 里面呢，它还有很多小市集、文创的商品，这里真的很不错这完全在这里失心疯。我刚刚还在 Instagram 上面问大家说我该买什么好，最后的最后，我买了这双拖鞋。重点是这里正中午的时候，真的可以进来里面吹一下冷气。跟着巴士的下一站呢，我来到了第10号站国家清真寺。哇，今天天气世界好，超热的。毕竟是清真寺的关系，所以它有蛮多的规定，像是在入场前的时候，必须要先做网络上的登记，但它这个系统是可以转成中文的，所以不要担心。凡夫俗子的鞋子请遗留在外，现场也有免费提供适合的服装可以让你入内。有别于传统清真寺的洋葱头设计呢，国家清真寺呢它是16角星形的屋顶，非常的特别。那这些的尖顶呢都代表着马来西亚联邦和伊斯兰教的5个信条。别人走进来都看起来蛮虔诚的，只有我走进来看起来很像在找厕所。在这美丽的建筑前面呢，我邂逅了一位外国帅小哥，请他帮我拍了一张照留念，之后才发现我们真的不适合。接下来下一站就是11号独立广场，这边的话其实从刚刚国家清真寺那边走过来，其实也不远，大概走了15分钟。在1957年的8月31呢，马来西亚脱离了英国的殖民，正式独立。在这一段呢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西文化的景色交错，欧洲风的历史建筑以及东方文化共同并存。不过建筑物里面呢是不能入内参观的，我差一点点就要误闯了。
独立广场这里还有一个生命之河的景点，所以如果有来的话，也可以顺便来这个景点。接下来来到世界上最高的双栋大楼，其实在还没有被台北101以及哈利法塔超越之前呢 ，KLCC 曾经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。我看网络上都会很多人讲说啊，哪里拍照哪里拍照哪里拍照比较漂亮，不用啦，它前面这个广场这里拍照就很美了。要去哪？要去哪？想去哪？我在这个公园看到2、3座这个，其实我很好奇它是什么因为旁边其实很多人会在这里慢跑，然后跑一跑，他们就很像这是它的终极站，他就会来喝水。最后一站呢，要来吉隆坡最豪华的 Times Square 享用晚餐。我怕大家真的只记得它叫 Times Square， 帮它证明一下，人家的名字其实叫 Pavilion 博威年广场。昨天其实本来就要来10号胡同的美食街吃饭，但是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太晚了，它已经关门了。然后这个 food court 几乎都是有中文的，所以不会英文的话，来这边点餐也 OK。我刚刚最后呢点了一个港式的老鼠粉，因为其实在吉隆坡这边啊，他们的人种真的非常的多，然后他们会的语言也非常的多。在这里的话，他们的传统语言会有广东话，所以很常可以看见一些港式的食物。我很爱吃老鼠粉，它有点像米苔目，可是它又比米苔目再 Q 一点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好吃。很好吃还有那个酱油的干胖的 V， 它的蛋呢刚好在很绝佳的熟度下把它给拌了进去，所以在吃老鼠粉的时候会有那个蛋滑的口感。等一下这餐吃完之后呢，我就要准备收拾行李去搭夜间的巴士前往槟城。没错，我要来体验夜间巴士，好紧张哦！这次来吉隆坡来一趟悠悠的旅行，还跟很久不见的网友终于见到面。虽然完全不会马来文，但是我在这里还是玩得蛮开心的。这趟旅行呢，也有几个吃惊的小发现。原来吉隆坡的 MRT 在入站之后，除了还有便利商店之外，竟然也可以贩售食物，而且在捷运站里面也会有 live band，so cool！ 便利商店选择非常的多种，甚至还有韩国便利商店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在吉隆坡玩，价位你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呢？就是你把它换算成台币，然后如果你在台北这个价钱你是买下去的话，那它就在正常范围内。